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频道。今天是2025年3月11号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。那么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半，也就是现在，到11点，到下午1点，只有半个小时。那么跟我之前的直播时间是不一样的，我解释一下，在这里也再次做一个提醒，因为美国从本周开始进入了夏令时了，但是欧洲这边还没有改变呢，所以从3月11号到3月28号，也就是这个月，现在到这个月底，我的直播时间会跟之前不太一样。从4月1号开始，这个直播时间又变回到之前的时间。因为从4月1号开始，欧洲这边也开始进入夏令时了，所以说这3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上的变化。好的，那么说完了这个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行情啊。你好，李琴，你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行情啊。现在这个行情确实是不好做，你如果说天天盯着这个行情的话，非常难做。这个行情现在目前，怎么说呢？我现在觉得现在这个行情就是绞肉机的行情。什么叫绞肉机的行情呢？就是好多人觉得到底了，就想，抄一点。之前在上周五我做直播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非要问我这个 Meta， 当时在这个位置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是不是有支撑位啊？是不是有支撑位可以到底了？是不是可以补仓了，对吧？”他也不说他的这个交易周期，他的各个具体情况，然后就问是不是到底了，非常着急的想补仓，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，对吧？但是现在这个行情，大家也从新闻上，从特朗普的采访，还有美国这个联储美国财长的采访，还有这个马斯克的这些采访，就最近1周的这些密集的这些信息，大家能知道，现在这个行情是叫排毒行情，这是美国财长自己说的，这是排毒行情。他们现在就是想让美国的这个经济，之前是特别依赖，也不是说特别依赖吧，就比较依赖这个政府的一些支出。现在特朗普的想法是把这个政府的支出大幅削减，然后呢让私营企业起来支撑这个经济。现在这是他的计划。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让马斯克去大幅削减政府人员的原因。这个肯定是会很痛啊。那么现在这个行情已经进入了快涨慢跌的行情，典型的熊市行情，就特别难做。你做空也难做，做多也难做。因为空的话，你只有在上面空你才敢拿，你如果说在下面空的话，因为它是一个快涨行情，如果说你是做短线的做空的话，就很容易被这个快速回拉的这个行情给干掉。但是呢，它这个快涨行情这个持续性又非常短，你发现没有，都非常短的这个行情。所以说你要是想做短线的话，现在这个短线是特别难做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你要么就关机不看，就是长期投资就定投，这是没问题。要么你就是能盯盘的，你能做小周期的这种反弹的也可以，但是特别的费劲。就是整体来讲，这个行情就是一个绞肉机行情。那么有钱进来了，大家觉得到底了就往里抄，发现怎么慢慢的又下来了呢？对吧？你好多人抄底进去了，想博一个反弹，没想到又下来了，那他就要割肉，或者说抛掉出来。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多杀多的这种行情，就是这种行情，就是绞肉机行情。大家觉得到底了，敢往里捞了。所以现在做多要非常谨慎。做空的话，有反弹的话，尤其是有大的反弹的话，可以去做空的。甚至是你如果说不能够做空，就减仓，对吧？有任何反弹，小反弹小减，大反弹大减，现在基本上就这么一个节奏。但是能做多的话，你就需要盯盘，这个压力还是怎么说呢？需要你高度集中来看行情。
还有一个我需要提醒，就是你在选股上，一定是选择那种不依赖政府支出的这个企业，然后能够横跨牛熊市的，比如说这个科技七姐妹这些大公司，虽然看它现在跌的挺厉害，但是他们是横跨牛熊的，因为他们不是更多的依赖于企业的支出，不是更多的依赖于政府的支出。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公司如果说更多依赖于政府支出的话，你一定要非常小心。说现在就是要把手里的股票要精选到精选，然后留一些子弹，对吧？留一些子弹，出现真正大底的时候往里买。所以现在整体的行情这样，我们看简单说几句，然后这个看一下现在这个，先看一下，有一个赵朋友问，现在分析下标普的一个指数，对吧？现在就是没有任何进场，就大周期上没有任何进场的信号，全都是非常空的。你看这个 MACD 张口张的太大了，太吓人了，对吧？现在已经跌破了这些所有的所谓的支撑线。之前那个朋友问那个 Meta 让我给他支撑线，弱势的时候，对多头弱的时候没有支撑啊，不要看支撑，对吧？支撑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么在小时周期上，它已经有2个中枢了，但问题是这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，这个中枢变大了，它完全是走 B 段，在下面走出来一个大中枢，再打一个低点才能结束整个的一波下跌。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说做多非常难呢？因为它这里升级了，中枢升级了，唯一有可能的就是给你3笔，或者这里可能再来一个反弹，给到一个3脉，小周期上给到一个3脉，然后再打一个低点，看它能不能够结束这段。如果说不能结束的话，就要继续往上走大中枢出来，或者说是什么情况还可以尝试也进的，就是这个笔反弹之后，然后给到一个2买的话，这个反弹如果说是强的话也可以。这个如果说1跟3比较没背驰的话，那有可能来一个4和5，也就是说以这种方式来一个日线的这个2脉，这就是日线那个大2脉。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这个位置，如果说有这种反弹的话，给到一个日线大2脉，什么时候能进呢？就是这个上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没有背驰，上得很急的时候，你才有可能去跟一点，然后这个出现那个位置减一减，然后回来不碰到前面的这个低点再加一加，只有这种情况才能上。其他的情况都没有大周期的，其他的情况都是非常小周期的一个操作，你只能做5分钟的这种反弹。5分钟这种反弹太难了，不是说做不了，而是说你需要高度紧张、高度的盯盘才能做出来5分钟的这种，它非常的快的反弹之后又慢慢的往下跌，绝对是这种快涨慢跌的这种节奏，非常难做。所以说整体来讲，大家就多看大周期的。多做大周期的，大周期没有信号你就不动，对吧？大周期没有信号，没有双触发你就不动，这样的话可以用大周期变相的把你的手捆起来，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办法。然后再看一下李朋友问 QQQ， 他问的可能的反弹的位置，对吧？这个 QQQ 跟那个标普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可能的反弹的位置。我们把这个 QQQ 的从我们上次做过的变化，你看它这里这笔反弹，这个反弹刚好是有一根 K 线打了一个小高点，把这个高点给它标出来，然后形成了反弹一笔，非常弱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中枢，这就是这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。这样的话，结构跟刚才那个标普一样的，对吧？这里有一个中枢，2个中枢高低点接触，也是扩张了。所以说，你要问反弹的那个位置的话，就短期你就用这个起跌点到这个最低点做一个黄金分割嘛，对吧？你看看它能到哪些位置，到了这些位置都不能回去，还是3脉，还要再下来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说想做一个短差的话，就先盯着1小时，1小时不出现我刚才说那种先给一个2买，然后出现一个3段不背驰的时候，才有可能有大反弹。现在没有办法看太大的，都是很短的。所以说，仓位一定要注意，要管住你的仓位，不要加杠杆，不要加 margin， 不要上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爆。所以没有出现大的位置的时候，比如说回到中枢里面来，现在我们看的是周线上，
比如说回到中枢里面来，甚至是周线的这种大的这个均线的时候，才有可能支撑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就能不做就不做，哎，你不做不操作反而是一个好操作。现在很多人乱操作，这个，如果说你能做空的话，就是任何小反弹你可以去做空它，也可以，因为它是慢慢的往下走，所以说就看你能不能拿得住吧。所以说整体来讲是难度是现在是越来越提高了。看一下，名扬李朋友问 NT2， 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，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痕迹，我们把它后期的图形给它画一下，这里是回拉成比，日线上已经现在有潜在的这么一个中枢了，对吧？现在日线上已经潜在的这么个中枢，我们把这个中枢大概的位置给它画出来。现在日线上有这么个玩意儿，然后你也可以把中枢的中轨给它，对吧？中枢的中轨基本上就是这个它震荡的时候它的一个力度，一个用来判断力度的。那么它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在这些位置有没有尝试，因为个股的话，如果说跟指数相关度不高的时候，它在这个消息面上有一些刺激的话，也会走出自己的行情。但是那个像什么大科技公司了，那些不太能走出自己独立行情的股票，跟个股的相关度就高，像它这个跟个股的相关度就不太高。那么这种就是你到了这些位置，你有没有进，对吧？当时它从55回跌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进得去。从55跌到48这段，你能不能够进得去？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，然后次级别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基本上它这个没被持，它这个就是典型的小转大。在缠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补充理论也好，或者叫什么也好，叫小转大，就是小级别转大级别。因为它这段的下跌是没有被持的，因为这里面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，但是你这段是进不去的。这段在1小时上它没有被持，你进不去。那么怎么能够进得去呢？就是在这里回撤的时候，这里面会出现一个小周期的2买，我们把这段给它画出来，然后看一下它的小周期。你看它这段跌的非常连贯，对吧？你是进不去的。什么时候要进呢？就是它在尝试这个变化节奏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位置是应该进的，或者说你应该尝试买一点，就是在这个49这个位置，因为它是从急跌之后，然后慢慢开始出现2买，这尝试过几次，但是这个都不规则，直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2买了，或者说在更小周期，现在是15分钟上，那么在5分钟上的话，这里是有中枢的，甚至是有一个5分钟的3买，对吧？你也可以看一下5分钟，看看5分钟上有没有一个5分钟3买，对吧？这里有一个5分钟3买，所以说5分钟这个3买应该进，就是说你应该补回来。5分钟这个3买，我们现在就利用复盘的这个办法，你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够买回来？这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3买，从前面的这种连续下跌都没有进的机会，直到这个5分钟出现3买的时候，你应该把上面55或者说在50几卖的这个仓位，应该在这个位置买回来，这是你应该做的。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，这个5分钟3买也能不能够抓得住？因为你这个5分钟的3买一旦抓得住的话，你才能够吃到现在从这个5分钟3买上来这段的这个利润。所以说这个从55跌到48，在哪个位置进，你能不能够买得回来，这就考你当下的功夫了。毕竟它这个股票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立行情的，对吧？现在又是快回到这个中枢的上沿了，中枢的中轨了呀。那么你就看它这段的一个延续性，你这怎么看呢？一样的降低周期，看一下1小时上现在是一个1、2、3段，对吧？3现在是偏弱，那么现在这个3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呢？降低周期，看一下15分钟，15分钟现在没有其他的结构，看到5分钟。那么5分钟的话是一个1笔上，一个下上下，5分钟又出现一个3买，5分钟又给一个3买，看到没有？这又是一个3买，又没回到这里面来。所以说它再打一个高点，看它这个高点的力度。如果说这个高点的力度很差的话，比如说它把51.2突破之后力度很差，
那么就会出现5分钟上一个背驰，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卖出位置，就盘整背驰，出现背驰，也就是1小时这个反弹可以结束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要减一减，减完之后再回到1小时上，看看它1小时上能不能够冲到这个120或者200均线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冲到这个位置，因为它这个位置力度没有跟得上啊，那么就会形成在这里出现做中枢。做中枢，那你能做空的话就去做空也可以，但是更多的是其实应该等待做出来一个中枢之后去买这个结构买点，再看它能不能上去。整体来讲就是现在它在做1小时的这个上升这一笔还没结束，可以再打一个高点顶到这个 51.5 附近，然后再回拉之后做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上去，是不是出现一个收敛的一个中枢，还是一个扩张型的中枢，对吧？这就是你需要跟踪了，那就去跟踪1小时就好了。整体来讲，这个它是走出了一个自己独立行情的，因为它盘子并不大，可能是机构在里面的机构并不多，所以说整体的并没有跟随大盘出现一些变化。好的，那么的话 NTR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你要是说你说什么时候建仓啊？那建仓现在是肯定是等待这笔下来，如果说做多建仓的话，是肯定是等待这里做出中枢之后你再建仓啊，对吧？现在是没有办法去买，因为你一买刚好可能就买在这个短期的这个高位了，51附近，对吧？它马上又回调了，所以你要等的话就这么个回调位置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这是 NTR， 还有10几分钟时间，大家可以继续问。那么继续问，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。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比特币。比特币的话出现了一点点变化，我们看一下。比特币的话就是，在特朗普的这个大忽悠，说是什么什么国家战略这些之后，没有实质的东西出来，只是不卖，对吧？不卖有啥用啊？你不卖，你不买，你光是那个现在持有的不卖，但是结构上出现了的变化。现在从这个109358回撤之后，刚好到了 0.5 的位置停顿了，看到没有？出现了有一些支撑了。那么现在这回撤也够比了，我们看一下日线上。那么日线上我们之前是测过这3段的，刚好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。那么是在81337之前在这个位置是出现过一次，就是在特朗普发推文之前出现一个空头陷阱，然后快速拉上去之后没有实质东西出来，又慢慢又下来了。然后这次又尝试跌破了这个等比例，但是呢今天又拉回来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好迹象，这是一个好迹象。那么在4小时上它是有中枢了。4小时上，在我做周末给那个会员朋友们做复盘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这里有当时我们看的时候是这么有一个三角整理。我当时说他要选方向，对吧？要么是往上选，要么是往下选，最终是往下选方向了。选方向之后，现在就是4小时上这个结构相对是饱满了。4小时上从这个起涨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起跌点。从起跌点的话，这是进入段，一次反弹，两次反弹，然后再打个低点。这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，有进入段，有中枢，有离开段，对吧？完全是可以结束日线上这一笔的，所以说可以以现在这个最低点作为一个起涨点来分析，也就是76555。76555如果说能够扛得住的话，这里就会反弹出一笔来，日线上就会反弹出一笔，日线上反弹出一笔，看一下能不能够碰到91178。碰不到91178还会有5，所以说你也可以利用黄金分割看一下反弹的位置，一样的工具都一样，对吧？看看能不能够反弹到这些关键的位置。如果说到0.618的话是90745，还是没碰到这个，还要下来，还要一个5段，对吧？现在就是看这段能不能够生长出来，所以说你要做多的话，就是吃的这一段这一笔。当然最强的就是直接就拉上去，对吧？那就看特朗普到底能不能够搞出点什么有实质性的东西。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，大家可以继续问，还有10分钟时间。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可以看一下这个英伟达。英伟达的话，我们看一下结构。现在是日线上这个一直说的是日线上离开这一段，对吧？这是有一个日线中枢，有进入段，有离开段，但是呢离开段没背驰啊。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的位置。
小米粒在119.82，哎，最近刚好踩到了一个 1.618， 对吧？踩到 1.618 了，看能不能够弹一下。但是呢，它虽然说在日线上这段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，但是它的内部结构相对还是挺饱满的，就是造成它为什么现在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我们看一下从143下来这段的一个内部，它内部能够反弹到什么位置？大概看一下。那么这就是143下来之后的1小时上这个结构，它这里也是出现过一个中枢，就是这个价格113.1，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弱的一个中枢。看到没有？两个中枢，一个中枢，两个中枢，有高低点有接触，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QQQ 啊、标普啊一样的结构，一样的结构。所以说现在就看这一笔的反弹，但是它这个这个最低点，现在的这个最低点离这个中枢位置并不远，像刚才那个 QQQ 啊什么标普的话离得非常远，对吧？它是比较容易能拉回来。最好的是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突破这个中枢，打穿这个中枢之后，看能不能够回拉，然后不回到这个中枢，给一个3买，然后再上去，这是最强势的。那比较弱的就是再回到这个中枢的上沿113附近，然后给到一个2买，再上去一下也可以。还有一种就是只是回到这个中枢了，然后再跌破这个104.77，那就是前面下跌的一个延续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要做英伟达的话，就是看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。现在就是以这个104.77作为这个起涨点分析，你看一下它的5分钟，5分钟现在是从这个起涨点一笔上一笔下，这里也有一段反弹，但是力度很弱。现在这个最低点并没有打掉前面的小低点，就看这笔反弹能不能上去，对吧？整体来讲就是，要么是在这里做一个小中枢，做一个小中枢之后再上去，只要这个不跌破，这里也有这个2根均线，看能够最好不要跌破这个120均线，也可以用这个起涨点拉一个黄金分割线，它刚好是回踩到 0.5 了，看到没有？0.382，所以说现在就是看5分钟的这笔反弹能不能够延续一下，最好是能够再次突破前面的这个110.6这个位置之后，然后回来做中枢，再给一个高点，以这种方式来结束1小时的这笔反弹。那么1小时这笔反弹之后，要看它的位置在哪儿，是在中枢里面，还是在中枢上面，还是在中枢下面，对吧？那么就决定了它后期的一个力度。最好的就是直接突破这个中枢之后，看能不能向上走一笔延续出来。所以现在就是英伟达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周期又非常小，5分钟这个周期，你看你能不能够做？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想进场做一个这个超跌反弹那种行情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不说了嘛，现在这个行情就只能做短炒。一旦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，你赶紧出来，因为它这个升级之后，它可以慢慢往下走的。现在整体行情不好做，就在这里。它的这个反弹行情很弱，很快，很弱，那么就造成了你一旦出不来的话，就很容易套在里面。所以说，第一仓位要控制好，第二这个要快进快出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特斯拉，在大家没有提问的时候，我就继续讲，大家可以继续提问。哎，刚好有人问这个特斯拉底在哪里？底在哪里？没有人知道啊，对不对？谁知道底呀？谁也不知道底在哪，底在底下，底在哪里？你不要问底在哪里，只要你只需要关心你的仓位和你的成本就好了，对吧？问那个关心底在哪里没有意义啊。真正出来底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就告诉你我现在这里是底了。你谁能告诉你这是大底，然后全仓往里干？那这个人就是这个上帝了，对吧？没有人知道，他可以可以这样涨，可以慢慢涨，慢慢爬。你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知道是能到这儿吗？没有人能知道告诉你他从这个位置能爬到这里。但是你在下面不进的话，你想这个位置肯定就得往里追了，你就得往里追，对吧？所以说不要问底在哪儿，只要看你的仓位，控制，你的这个成本控制就好了。所以说问底在哪儿没有意义的。那么它现在就是488跌下来之后一个5浪，但是这个5浪延续性非常好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延续性非常好。
但是应该是昨天，在这个Fox News 采访那个马斯克的时候，那个采访的记者也问了。就问马斯克说：“哎呀，你现在的股价，你的那股价也下跌了很多，然后很多人也在这个 boycott， 在这个抵制你的产品，你怎么看？”当时马斯克就也是很无奈，你就看他当时采访那个表情，非常无奈的，然后叹来叹气。他说：“啊，长期来说肯定会好的。”他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这些他也控制不了。他现在是深度介入了现在美国的政治，有好多人利用这个来做空他。那么还是看你的个人周期吧。我现在就是说，你如果说真正长期看好特斯拉这只股票或者这个马斯克这个人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控制好你的仓位，慢慢有位置就买一买，对吧？但是短期的话，这种震荡肯定是不可避免的。现在它这个第5段367下来这个第5段，看一下这个内部结构有没有可能给到一笔反弹。反弹如果说碰不到325的话，还可以有7下来，如果说力度很强的话，还可以有9，对吧？所以说你现在问底在哪儿的话没有意义啊，就主要还是看你的那个成本在哪儿。你的成本现在如果说还是0，还是负的，还是赚钱的，那你不会太精光啊，因为你还是赚钱的嘛。你只要是赚钱的话，那最终出场的话，只要不亏就好嘛，对不对？赚多赚少是一回事儿，那么就耽误点时间而已。现在在1小时上这里已经有一个中枢了。那么有了中枢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比较进入段离开段。现在看离开段是弱的，离开段短嘛，目测也知道比前面的短，所以有希望1小时上有希望出现一次反弹了。那么这次反弹一样的，你去用这个从这个起跌点测一下反弹的潜在的位置。一般这种反弹，一般弱的反弹，就基本上可能就弹到0.382，最多也就到0.5吧。你可以自己挂单。到了这些位置，它回不去的话，它要再次下来，就在这里做一个大 B 中枢，前面这是大 A， 后面这里是大 B， 然后再打个低点，才有可能结束日线上的这个第5浪的下跌，对吧？现在第5浪的下跌，它内部不够饱满，它的内部没有明显的这个做多迹象，也就是说。没有明显的大资金往里吃它，那么如果说他们不往里进的话，那股价上不去啊。即使是没有人卖了的话，股价也上不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买啊，得有人卖，还得有人买。你光没有人卖也不行。虽然说现在股价相对的已经比较低了，可能开始割肉的人开始少了，但问题是没有人买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得出现明显的做多信号的时候，你才能往里进，那就。可以用小周期的去看一看，比如说5分钟上给到一个3买的时候，这里有中枢了，然后啪一个上去，然后给到一个3买的时候，你可以买这个5分钟的3买，对吧？一定要有出现这种尝试离开中枢，然后一个回拉不回来，必须要有强势表达的时候，你才有可能说，哎呦，有机构看好，或者说有基本面的一个变化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跟着去买入一些，对吧？我们是坐轿子的，机构是抬轿子的，但是没有出现强势表达的时候，它只是在这里这个 random walk， 只是在这里那个随意震的时候，它没有强势表达呀，还是偏弱，因为前面的这个走势没有下来。没有破坏前面的下跌走势的时候，你只能做非常小的短的差价。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说得很清楚一点，就是你在做交易的时候，首先你要选择你要做交易的周期，你要配置好你的仓位，你要分析好你要交易的周期，就是说你要做短线还是长线，你吃的这一段到底是几分钟的，是5分钟的还是30分钟的，你一定要计划好。很多人做交易就是说没有计划。那么你看它这个反弹的时候都很弱的，像这种反弹就是直接就完事儿了，然后直接下来。如果说你这个级别的这个反弹做不了的话，你又想做短线的，那么你就把仓位降到低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对吧？每次买一点，即使这样的话，可能是也是被套的，但是状态的话比你深套，就是仓位又比较重，然后又这个不去观察现在的这个级别或者你要做的是什么。那么你会越套越深，这种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就是整体来讲，特斯拉到底底在哪儿的话，不知道啊。你能在138的时候，你能找到这个底在哪儿吗？当下在138.8的这个时候，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底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利用，时间已经到了。那么我们可以下周，这个可以拿1-2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票，就是简单的详细说一下，你在当下的这个位置，你能不能够买得进去138.8，对吧？这就是短期一个大底呀，138.8呀。你在这个位置，你有没有买得进去？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发现是一个底？通过这些技术分析，以此来作为一个你的这个交易的准则。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出现同样的情况，你再往里进，对吧？就不要盲目的进，尤其很多人非常喜欢盲目进，感觉低了有支撑了，这哪没有支撑啊？任何的支撑都被干掉了，对吧？好多人喜欢找这个什么均线支撑。在这个弱势下跌的时候，也就是空头比较强的时候，不要去看支撑，而是要看结构。结构是最关键的，一定要注意。我们学缠论的话，结构是最关键的，不是去看什么支撑。我之所以用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这个辅助判断，是因为它在这些位置比较容易出现阻力或者说支撑，我们是用它辅助判断。但是更重要的是结构，这些都可以没有的。之所以我要用这个辅助判断的，就是一偷懒嘛，对吧？我到了这些位置，我可以大概一看，哎，是哪个位置，然后我再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部结构，对吧？我这是一个偷懒的一个做法，其实是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内部结构才是一个根本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今天的时间的问题已经到了下午1点了，也就到了我们今天半个小时直播的这个时间了。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周四同一时间再见。